第一课，行程规划。如果我们要开始计划这次旅行，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决定日期。绝对可以。选择适合我们双方并允许适当安排的日期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我们还应该考虑目的地的天气状况。这是个好观点。我们不想陷入暴风雨或极端高温之中。没错，确定日期后，我们可以调查住宿和活动。我很高兴能探索我们的选择，有太多需要考虑的。是的，我们还应该检查住宿期间是否发生任何当地事件。好主意，参加当地的庆祝活动确实可以增强我们的体验。让我们列出潜在的日期，然后开始缩小范围。第二课，英语评估。English 说，继续这个项目很好，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。是的，得到积极的回应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他有任何附加条件吗？不是真的，他们只是想确保我们满足所有必要的要求。太棒了！这意味着我们走在正确的轨道上，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前迈进。绝对可以，我认为这是我们展示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。是的，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辛勤工作最终会得到认可。让我们保持这种势头，专注于做到最好。我同意。通过清晰的沟通和奉献精神，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。这是未来一个成功的项目。第三课，管理压力。我可以理解有时候不知所措的感觉，这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。你有没有尝试过任何技术来管理它？我一直在寻找有效的策略。是的，我发现练习正念和深呼吸练习确实有帮助。这听起来很有好处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短短几分钟就能做出如此大的改变。绝对可以。当我感到压力时，我也会尽量定期休息，以清醒头脑。这是个好方法。离开片刻通常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。是的，体育锻炼也有帮助，散步真的可以振奋精神。我同意。出门在外活动可以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创造奇迹。让我们分享我们最喜欢的技巧，在管理压力方面互相支持。第四课，管理开支。在预算方面，我经常想知道要密切关注哪种支出。是的，比如你认为哪种开支最重要，比如外出就餐或买不需要的东西。没错，外出就餐很快就会累积起来，尤其是当它成为一种经常出现的习惯时。绝对可以。如果没有明确的计划，外出就餐时很容易超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尽量限制去餐厅的次数，更频繁地专注于在家做饭。这是个聪明的策略。从长远来看，在家做饭可以更健康，可以省钱。是的，但我也认为偶尔善待自己很重要，平衡是关键。
我完全同意，在享受生活和承担经济责任之间找到平衡至关重要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有关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开支的技巧。第5课，安全带安全。怎么了，警官？我没想到我做错了什么。女士，你没有系好安全带，这是严重的安全违规行为。哦，我很抱歉，我一定是在急着上车的时候忘记了。时刻系好安全带很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在事故中挽救生命。你说的绝对正确，我现在明白系安全带的意义了。很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在确保您的安全方面有很大的不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定要仔细检查我的安全带。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驾驶时，安全应始终是重中之重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感谢你承诺保护所有人的安全。第6课，保持活跃。嘿，你最近怎么保持活跃？你好，随着大多数设施的关闭，我在家锻炼时一直在发挥创意。很高兴听到，我发现减肥运动和在线课程可能非常有效。绝对可以。为了保持活跃，我也一直在附近散步很长时间。这听起来令人耳目一新。新鲜空气和运动可以为你的心情创造奇迹。是的，这是让我清醒头脑，同时锻炼身体的好方法。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它让我保持动力，让我感觉自己与户外活动息息相关。没错，让我们很快一起计划一次锻炼吧，一定会很有趣的。我会喜欢的，和朋友一起锻炼总是更愉快的。第7课，旅行决定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我是否应该在更少的国家花更多的时间来真正沉浸在文化中？这听起来是个聪明的主意，让自己沉浸在几个地方可以带来更丰富的体验。没错，与其匆忙穿越多个目的地，不如真正体会自己的现状。是的，在一个国家待更多的时间，可以让你更好的与当地人建立联系。这是真的，我很想了解他们的习俗，甚至可能学习一些语言。绝对可以，融入文化可以使您的旅行更有意义。让我们探讨哪些国家最适合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。太棒了，我很高兴能一起发现可能性。我也是，这将是一次了不起的冒险。第8课，签证处理。处理签证需要多长时间？通常需要大约30分钟，但这可能会因办公室的工作量而异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想，繁忙的时光可能会导致更长的等待时间。绝对可以，提早到达总是一个好主意，以防出现延误。是的，我不想因为处理速度慢而错过重要的预约。
没错，做好准备可以帮助减轻申请过程中的压力。我会确保提前收集所有文件，以避免出现任何问题。这是个明智之举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使过程更加顺利。我很感激你的建议，准备过度总比准备不足好。第9课，解决问题。我们应该随时准备解决他们对我们的提案可能有的任何担忧或异议。是的，预测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自信地陈述案情。没错，了解他们的观点将使我们能够有效地调整应对措施。做好准备表明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，并认真对待我们的项目。绝对可以。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公开的对话，让他们放心地分享自己的想法。是的，我相信这样做，我们可以增进信任和协作。让我们集思广益，讨论他们可能提出的一些潜在问题，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。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，积极主动的方法将巩固我们的地位。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，这对我们的提案的成功至关重要。第10课，吸烟法规。想想吸烟的危害令人担忧，它确实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。我完全同意，应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，以保护不吸烟者。没错，二手烟对那些甚至不吸烟的人构成严重的健康风险。是的，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吸烟会对他们的健康产生长期影响。我认为提高认识至关重要，教育可以带来更好的选择。当然，尽管有些人可能会抵制这些变化，但无烟环境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。最终，我希望看到一个吸烟不再司空见惯的世界。这将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成就。绝对可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健康的未来。第11课，交通选项。是的，城市里有出租车和像优步这样的拼车服务。它们通常比公共交通更便利，尤其是在深夜郊游时。没错，我发现拼车可以节省时间，并提供更舒适的体验。此外，您可以轻松地与朋友分摊票价，从而实惠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有适合不同需求和预算的选项真是太好了。是的，通过应用程序预定行程所带来的额外便利非常有用。绝对可以，它使出行变得更加容易，尤其是在不熟悉的区域。我同意，我认为这些服务改变了我们在城市中航行的方式。当然，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些替代方案可供选择。第12课，家具购物。嘿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些价格合理的家具，你最近运气好吗？是的，我实际上在当地一家旧货店找到了一些超值优惠，你应该去看看吧。听起来很有希望。
旧货店通常以低得多的价格出售独特的商品。没错。另外，寻找可以为您的家增添个性的隐藏宝石也很有趣。我喜欢这样的想法，那就是找到其他人没有的独一无二的东西。是的，这也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，因为你是在重复使用物品，而不是购买新物品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这个周末我一定会去那里旅行。我想你会对你能找到的东西感到惊喜。我很期待，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找到一些东西。第13课，珠宝购物。我最近一直在考虑金银首饰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选择。是的，购物中心里有一位可爱的理发师，还出售漂亮的珠宝。真的吗？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，你可以同时理发和购买配饰。没错，他们有很棒的选择，而且价格也很合理。我喜欢在寻找独特作品的同时支持本地企业的想法。绝对可以。另外，珠宝确实可以提升任何服装的品味，让它感觉与众不同。我同意。我想下次理发后我会来看看他们的系列。你不会后悔的。给自己一些漂亮的东西来犒劳自己，总是件好事。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有什么，寻找新配饰总是很有趣。第14课，丢失行李。得知你的行李不见了，我很抱歉，那一定太令人沮丧了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你能描述一下你的行李，以便我们帮忙追踪吗？当然，这是一个深蓝色的手提箱，手柄上有亮黄色的标签。这是一个有用的细节。你上面有独一无二的贴纸或标记吗？是的，我有几张我去过的地方的旅行贴纸，这可能有助于识别它。太棒了！这些细节可以让工作人员更容易找到你的行李。我希望他们能尽快找到它，我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物品。我相信他们会尽力尽快把它还给你。感谢您的支持，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，它确实有帮助。第15课，园艺梦。我认为从自己的花园里买新鲜农产品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听起来像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。自己种食物可能非常充实。绝对可以。我喜欢知道我的食物到底来自哪里这个想法。是的，这是确保所有食物都是有机和新鲜的好方法。一开始我一直在研究哪种蔬菜和草药最好。太聪明了！一些易于种植的选择是西红柿、辣椒和罗勒。我等不及要开始种植了，用我自己的食材做饭会很好。当然，另外，园艺可以是一种放松的爱好，可以将你与大自然联系起来。我同意，这是在户外度过时光，同时提高工作效率的绝佳方式。第16课，创意写作。我听说他晚上在想故事，这听起来像是激发创造力的好方法。
是的，他会把它们写下来，在想法消失之前记录下来。有趣的是，灵感可以随时出现，尤其是在宁静的夜晚。绝对可以。当他18岁时，他开始卖诗，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表明他有很大的才华和决心与他人分享他的作品。是的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写作既是个人渠道，又是与人建立联系的方式。我很佩服他对自己手艺的承诺，把你的作品付诸实践需要勇气。当然，他分享的每件作品都是他故事和经历的一部分。我很想听听他的一些诗，我敢打赌它们很漂亮。第17课，甜点。有时候，当我看完肉类区后，我还会买冰淇淋或酸奶。这听起来像是购物后奖励自己的美味佳肴。绝对可以，这是降温的好方法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里。是的，而且有很多口味可供选择，它很有趣。我喜欢尝试新的组合，尤其是当它们有季节性口味时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它让一切变得令人兴奋，让每一次旅行都独一无二。另外，这是平衡健康选择和甜蜜纵欲的好方法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享受生活，同时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我想，我们应该一起计划一次购物之旅，之后我很乐意和你分享一些冰淇淋。第18课，整理快乐。我应该把不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扔掉吗？是的，但要保留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，这是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我完全同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积累了多少不再为我们服务的东西。没错，当你清理掉不必要的东西时，你就可以为真正重要的事物创造空间。但是我经常发现很难分开某些物品，即使它们不再给我带来快乐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有时候回忆会附着在这些东西上。是的，这就像放开过去的一部分一样，这可能很艰难。但是可以这样想，只保留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可以改善生活空间和心情。你说的对，我会专注于为我的生活增值的东西，剩下的就放手吧。第19课，旅行计划。我可以想象这次旅行你会去哪里，听起来很令人兴奋。我将前往我们在山区的分支机构接受几天的培训。太棒了！换个风景可能会让人耳目一新，尤其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。绝对可以，我很期待这次培训，也很期待有机会稍微探索一下这个区域。这听起来像是工作和冒险的完美结合。是的，我听说那里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，这增加了体验。一定要拍一些照片，我很想看看它的样子。当然，我回来后会和你分享我的最爱。我等不及要听听你的旅行以及你学到的所有有趣东西了。第20课，丢失物品更新。是的，几天后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，他们已经找到了。真是松了一口气。
当重要的东西丢失时，压力总是很大。绝对可以。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但幸运的是，他们找到了他。我很高兴他成功了。他们对他怎么失踪说了什么？他们提到他放错了另一个部门，这有点令人惊讶。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，尤其是在繁忙的地方。我很高兴你把它拿回来了。我也是。那几天压力很大，但我学会了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物品。这是个不错的外卖。有时我们需要这样的经历来提醒我们。绝对可以。今后我一定会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。第21课，节日乐趣。小丑，舞者和音乐家确实为音乐节注入了活力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他们的能量具有感染力，为庆祝活动增添了很多欢乐。可能还会有其他竞赛，例如才艺表演或儿童游戏。没错，这是参与社区并让每个人都感到被包容的好方法。我喜欢音乐节如何通过这些表演展示当地的才华和文化。绝对可以，这是庆祝创造力和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绝佳方式。此外，充满活力的服装和装饰让一切都充满节日气息。是的，每个元素都营造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活跃氛围。我等不及下一个音乐节了，它永远是今年的亮点。第22课，家庭支持。他带我兄弟去钓鱼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亲密经历。听起来棒极了。钓鱼确实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创造持久的回忆。是的，他还带我去竞技场滑冰，这总是很棒的。多么有趣！滑冰是一项非常愉快的活动，也非常适合培养技能。绝对可以。另外，他还帮我姐姐写论文，这表明他全力支持。太棒了！为学术界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确实可以增强信心。很高兴看到他如何为我们的每一个利益和需求做出贡献。是的，这种支持对家庭动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我很幸运在我们的生活中能有像他这样非常在乎的人。第23课，项目成功。整个项目最终的结果如何？结果比我预期的要好，我为结果感到非常自豪。听到这真是太棒了。你认为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功？我相信团队合作和协作对实现我们的目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绝对可以。当每个人共同努力时，通常会取得不错的成绩。是的，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清晰的沟通，有助于我们保持正轨。我能想象，看到辛勤工作以如此积极的方式获得回报，总是值得的。当然，我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项目。这是最好的部分，每个项目都是成长和改进的机会。第24课，寻找方向。
在查看公交时刻表时，我怎么知道该坐哪一个？你需要找到公交路线旁边列出的目的地，这是你的指南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因此，如果我要去市中心，我应该寻找那条特定的路线。没错，每个公交车号码对应不同的位置，因此请务必仔细检查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感谢你的帮助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。没问题，记得也要仔细检查时间，时间可能在一天中有所不同。很棒的小贴士，我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，避免在车站等很长时间。是的，稍作准备可以让旅行更顺利。我现在对坐公共汽车更有信心了，谢谢你的指导。第25课，旅行选择。我还有一辆摩托车可以用来在城里旅行，太方便了。太棒了！踏板车是一种有趣而有效的出行方式。是的，我曾经乘过直升机，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哇，这听起来令人振奋。从空中看到所有东西是什么感觉？太令人叹为观止了。这些景色令人难以置信，它使我对景观有了新的视角。我只能想象，航空旅行确实可以让你从高空欣赏世界的美丽。没错，有一天我很想再乘坐直升机，太激动了。那太神奇了，让我们留意再次这样做的机会。当然，为我们的旅行增添一些冒险乐趣总是很棒的。第26课，冒险在等着你。这次旅行将是一次冒险，我已经知道了。绝对可以，旅行总是充满惊喜和新体验。是的，我喜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刺激。这就是让每一次旅程都独一无二且令人难忘的原因。我同意，无论是尝试新食物，还是结识新朋友，总有一些东西需要发现。没错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魅力和故事要讲。我真的很期待在这次旅行中留下新的回忆。我也是，让我们拥抱冒险，看看它会带我们走向何方。是的，这里有新的体验和难忘的时刻。第27课，拥抱差异。但是，如果人们在这个话题上不同意我的看法怎么办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，这是完全正常的，这是人类的一部分。是的，我明白这一点，但是要克服这些分歧可能很困难。绝对可以，倾听和尊重他人的观点很重要，即使你不同意这些观点。我同意，进行健康的讨论可以增进理解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欣赏不同观点的同时找到共同点。我认为拥抱这些差异可以丰富我们的对话和体验。当然，这就是生活如此有趣和充满活力的原因。在我将来的讨论中，我会记住这一点。
第28课，四处走动。我真的很喜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移动，它让事情变得令人兴奋和新鲜。听起来棒极了！探索新领域和结识不同的人一定很棒。绝对可以。我的朋友住在湖边舒适的小屋里，拜访他们永远是一种乐趣。湖边的小屋听起来很田园诗般，我可以想象景色一定很棒。是的，这是一个逃离城市的宁静之所，还有很多户外活动可供享受。听起来很适合放松。当你拜访他们时，你通常会做什么？我们经常去徒步旅行，或者只是坐在水边，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。那些时刻一定让人恢复活力，尤其是被这样的自然美景所包围。当然，我喜欢与日常生活的喧嚣隔绝的感觉。第29课，家庭烹饪。这所房子闻起来很香，准备饭菜的时候总是很温馨。我知道，我们在厨房里帮助妈妈，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亲密经历。是的，我在她负责烹饪的时候把蔬菜去皮，感觉就像团队合作。没错，一起做饭不仅能让房子充满美味的香气，还能创造持久的回忆。我喜欢我们在准备食物的同时分享故事和欢笑。它确实使整个过程变得愉快，因此食物的味道甚至更好。绝对可以。吃食物有一些特别之处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的。是的，它增添了个人风格，使每顿饭都更有意义。我等不及下一次家庭聚餐了，他们永远是我一周的亮点。第30课，找一家餐厅。我有个主意，我们在等航班的时候，在附近找一家餐馆。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。希望我们的航班能很快起飞，我们可以享用一顿美餐。是的，这将是在旅行前打发时间和补充能量的完美方式。我同意。另外，品尝当地美食始终是任何旅行中令人兴奋的一部分。没错，让我们来看看附近一些评价很高的地方。我想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。好主意。我喜欢探索新餐厅及其独特的菜肴。我也是。在我们登机之前，我很期待这次小小的烹饪冒险。让我们一定要拍一些食物的照片，以供日后分享。绝对可以。捕捉我们一起经历的美好时光会很有趣。